大家周末愉快，我是狼王，欢迎来到狼王带你操美股。老规矩，有空的话看完 YouTube 给您推送的广告，点击广告的链接就是对狼王频道最大的支持。闲话少叙，直接进入一周一次狼王最重要的下周行情推演的节目。那这一周的话，我觉得如果说你是收看狼王节目的朋友，我觉得你应该比较的开心，是吧？因为本周的时候，在标普指数跌破4680的时候，狼王很明确的在那个时候给大家提示了一个风险，并且呢，在标普指数跌到4630左右的时候，我也是就是跟大家说了，可以考虑小仓位的进场去做多。那在周四周五的时候呢，美股的话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强势的反弹。那现在的话，大家肯定就是非常的好奇，现在美股呢调整完毕了没有？如果说调整完毕了接下来的压力位又在哪里？那我们就直接的进入盘面来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的话，讲一下标普指数。标普指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从之前的这一波调整4280。到这一波4720的这么一波 V 型的拉升，其实是非常的强势的，对吧？大家可以看到这一波的拉升，基本上标普指数拉了10%，却没有任何一个2小时级别的 GMMA 的一个回踩的动作，对不对？所以说，那接下来既然它已经出现了一个2小时级别 GMMA 的回踩，对吧？如果说在这个点位已经进场的朋友，那我觉得可以继续的持有你手里在这个点位是吧，4660到这个4630之间去重新买入多头的仓位，当然是可以继续的去持有的。没有持有的，现在这个点位不要去追高，好吧？第一个强调的点就是现在这个点位不要去追高。原因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一波的反弹它是不是仅仅是反弹，也许有可能呢，它就会给你再次的做一个 W 底，然后再决定是向上还是向下。所以说现在这个位置是一定不要去追高的，好吧？那如果说在之前左侧进行了一个布局的朋友，可以继续的持有标普多头的仓位。那大家也知道，就是对于标普指数的当时在这个4500多点的时候，对吧？尤其是当它回调到这个4280点的时候，很多人都在恐慌，说中期调整会不会来？当时呢，狼王是非常坚定的跟大家说，就是我认为标普指数仍然还有继续向上涨的一个空间，所以说我在9月还有10月初的时候一直是强调大家是进场去做多，对吧？但是就是说在9月和10月份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笃定标普指数还能继续的往上涨的但是现在标普指数已经达到了4700点左右的一个高位，对吧？之前才4500点所以说在现在这个点位，其实我对于标普指数还能向上再涨多少就没有那么的确定了，好吧？大家注意一下我这个态度在标普指数4500多点的时候，我是很明确的认为标普指数还能往上涨，但是现在标普指数已经到了4700多点了，接下来到底有多少的空间，我觉得现在我比较难以的判断。所以说我认为呢接下来大家还是先注意一下，好吧？如果说它还能继续往上涨，第一个压力位比较强一点的，我觉得在4850点附近，第二个最强的压力位应该是在5000点附近，所以说大家现在关注这2个压力位。另外一点我想跟大家强调的就是我现在对于标普指数的一个总体的观点来说，应该算是谨慎的看多，好吧？仅仅是谨慎的看多暂时不看空然后标普指数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UVXY。UVXY 大家就是在我
周中的视频里面很明确的跟大家说了，对吧？我说 UVXY 大概率的会就是在碰到了4小时级别 GMMA 的压力以后，大概率的会继续的去底部进行一个盘整的状态以后，即使 UVXY 要出现一个反弹，它起码也会在4小时级别冲到压力位以后，回撤之前的这个平台，大概在这个14.9到这个14.2的这个平台做整理以后，才可以继续的向上进攻，对不对？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 UVXY 呢，确实的是个如狼王的一个预期，对吧？打到了4小时级别 GMMA 以后，出现了这么一个预料之中的回撤。那现在它既然出现了回撤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 UVXY 现在仍然还没有跌到位，所以说即使去做多 UVXY 的朋友，你现在也不要在这个点位就进场去做多 UVXY， 好吧？毕竟我个人对于大盘接下来几个星期的走势，我在刚才的那个讲标普指数的时候也说了，其实我个人的话是谨慎看涨的。那如果我对于标普指数是谨慎看涨的话，那接下来 UVXY 大家就会想是吧，14.2毛6这一个支撑到底能不能撑得住因为我刚才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 UVXY 对吧真正的出现了启动，大概率的话也是要就是踩一下14块到15块钱的15块到14.2的这么一个区间以后才可以这是预期的一个就是说大盘出现中期调整以及UVXY 就是真正的触底反弹的一种形态，好吧？这是空头比较喜欢的一种形态，但是我个人的话，我个人的意见是我不认为 UVXY 会出现这种形态。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14.2毛6，我可能不认为会是 UVXY 真正的一个比较强势的支撑，很有可能它会打到这个13块钱，12到13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然后那个时候才可能是 UVXY 真正的一个支撑，好吧？但是呢，因为 UVXY 现在离它之前的这一个低点14.2毛6比较的近所以说我现在呢只能是就是谨慎的去看多大盘如果说保守一点的朋友呢，你可以等 UVXY 破了这个14.2毛6的低点以后再继续的去做多整个大盘，好吧？毕竟现在 UVXY 离它之前的这个低点的位置其实也比较的近所以说它是否会带着大盘再次出现一波小的调整呢，我们也比较难以的判断。但是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 UVXY 大概率的不会在14.2毛6的这个地方进行一个真正的企稳，好吧？ UVXY 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 QQQ 的话也是一样就是纳斯达克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之前的这一波反弹非常的强势，然后现在只不过是踩了一下2小时级别的 GMMA 以后，就继续的出现了一个向上进攻的一个节奏。那简单点说呢，就是 QQQ 的话，现在这个位置当然是不要去追高的，因为毕竟的话是吧，狼王之前跟大家说的左侧的时候大概在390到这个387的时候已经进场了，那现在的话它刚刚进行一个反弹，肯定不要追高，你也不知道它会不会是吧，趁着 UVXY 的那个14.2的支撑它再走一个 W 底，这些都不知道，所以说现在这个点位一定不要进场去追高，好吧？这是对于纳斯达克狼王的一个观点。但如果说它有机会再次的回踩这个2小时级别的 GMMA， 也就是到这个390.5到这个390.5到这个385.5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我认为可以重新的再次的去进场做多 QQQ， 跌破了385.5的时候，然后再做一个止损的操作，好吧？这是 QQQ。说完了 QQQ 以后呢，我觉得还有必要的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特斯拉。毕竟的话特斯拉之前涨得非常的厉害，然后现在的话是在4小时级别的 GMMA 这里做一个盘整的信号，对吧？
那如果说大家想进场呢，就是特斯拉到底会不会继续的往上去突破新的高位，其实这一点我自己我也是持一个怀疑的态度了，但是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特斯拉的操作策略。什么样的操作策略呢？就是如果说特斯拉跌到了1010到这个970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你可以考虑去小仓位的做多，但是一旦特斯拉跌破了965块，好吧，一旦特斯拉跌破了960块吧，好吧，960块钱把它设的稍微的宽一点。一旦特斯拉跌破了960块，请切记止损离场，因为一旦特斯拉跌破了960块，我们就可以认为特斯拉从这个650块钱到这个1243块钱的这一波上涨趋势已经完全走坏了。没有跌破960块钱，你可以继续的持有。但是，一旦跌破了960块钱的话，特斯拉是一定要止损离场的，好吧？这就代表着空头已经开始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是特斯拉老王关于特斯拉的一个观点。特斯拉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道琼斯指数。那道琼斯指数大家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跟SPY 还有 QQQ 比较像的，对吧？就是回踩了一下2小时级别的 GMMA，然后呢，它现在的一个形态是吧，就是反弹的幅度其实是比标普指数还有这个纳斯达克指数要较为弱一些的。所以呢，我认为下个星期很有可能如果说大家想去布局的话，你还是可以去找一些道琼斯指数里面还没有出现这个大幅上涨的股票去进行一些小仓位的布局，好吧？那对于道琼斯指数的话，我觉得止损位的话也可以给大家设的非常的窄，好吧？一旦道琼斯指数要是跌破了35820，大家记得止损离场。没有跌破35820的话，那我觉得很有可能道琼斯指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破新高的这个概率是比较的大的。毕竟道琼斯指数相对于 QQQ 的话，我个人认为它就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板块的轮动，好吧？如果说大家想去布局科技板块的股票的话，我觉得也是要去找那些之前没有怎么涨起来的股票，对吧？比如说像亚马逊Facebook 这一些。对于特斯拉的话，建议大家反正就是把我刚才所说的那个止损一定要记好，好吧？这是道琼斯指数。道琼斯指数说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罗素。那罗素的话，现在整体的来看也是在这个2小时级别的 GMMA 这里是吧，进行了一个横盘整理的一个形态。如果说它有再次的回踩2小时级别 GMMA， 那当然是可以再次的考虑进场去做多的。具体的点位呢，我觉得是在这个236.5块，好吧，236.5块到这个234.5块的这么一个区间，只要罗素不跌破这个234.5块，我觉得它多头的趋势仍然是维持的现在这个点位不适合大家去追高，但如果说有机会回踩这个点位，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很有可能是再次进场做多的一个机会，好吧，这是罗素。罗素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这个黄金、比特币和原油。黄金的话，现在我觉得暂时先不要进场做多了，对吧？因为它现在在这个抽敛三角形的上沿将接近这个1880左右的一个地方如果说你想去做多黄金的话，起码要等它突破了这个1900块钱以后，才可以考虑去从右侧去进行一个追多的操作左侧的话，我觉得如果你听着狼王从1760开始现在去做多黄金的话，其实现在利润已经很颇丰了可以去做一个主动的止盈，好吧没有做主动止盈的一定要记住自己带好风险控制和移动止盈。我个人再次强调，我觉得现在这个位置可以做一个主动止盈黄金的操作了，因为毕竟是到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压力位。
黄金讲完以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原油啊，原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现在仍然是处于一个对吧就是没有成功突破的这么一个状态啊，我个人的话一再强调原油进场的点位呢，起码要等到79到77.7块的这么一个区间啊，现在仍然没有到，所以说你可以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好吧？到了这个区间的话，可以考虑小仓位的去做一下，没有到的话，耐心的等待，然后跌破了77.5块的话，切记要做一个原油的止损。原油讲完以后呢，我们最后还是照理的过一下比特币。那比特币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最近其实处于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的一个过程，对吧？如果说我们从周线级别来看的话，其实也是处于一个收敛的三角形，对吧？高点越来越高，然后这个高点越来越低，低点越来越高的这么一个收敛的状态。那对于比特币的话，下周第一个强压力位，对不对？强压力位，那应该也就是在这个平行通道的压力，也就是66000块钱左右。66000对于比特币下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因为它既是一个是吧周线级别收敛的这个压力位，也是一个平行通道的压力。如果说保守一点的朋友，你现在甚至可以在这个66000左右的一个地方呢去做一个主动的止盈。然后等它突破了66000的时候，再重新的进行一个买回的操作。除此以外的话，就是上周的话，老王也跟大家讲了，是吧？我觉得比特币如果说大家想去做多的话，可以等这个63000到这个62400的这么一个平台可以去做多。大家可以看到第一波踩到这个平台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个大概是5到8个点的反弹，第二波的时候也是出现了反弹，接下来这个反弹到底能不能继续的持续，我觉得不知道，所以说如果说到了66000左右的话，我觉得如果说做短线的朋友的话，你是可以考虑去进行一个主动止盈的毕竟它这里来看的话，66000块钱这个点是一个比较强的压力位，对吧？到压力位的话，我觉得做一个主动止盈的操作是无可厚非。然后这个点位呢，66000是肯定不建议大家进场去做多的，除非它是突破以后，然后你才可以去右侧的进行一个追突破的动作。好嘞，那这就是今天的这个下周行情推演的我对于所有主要品种的一个讲解。做这个整个视频总结之前呢，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真的喜欢老王的节目，请真的不吝的给我的节目点一个赞，好吧？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个视频也做了快9个月的时间了，对吧？我2月20号开始做的，现在已经到11月20号了，快这个期间呢，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心理的素质的提升还是挺多的。当然，我觉得我在不断的给大家带来这种大盘分析内容的同时，我自己的分析水平，我觉得也是比以前更加的稳重了一些。你们的评论和赞是对我这个节目最大的一个支持，所以然后我是一个完全免费的一个频道，对吧？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些大 V 说自己从来不贴这个券商的链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也从来没有贴过券商的链接。当然，主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跟富途闹掰了，对吧？老王的老粉都知道，就是我跟富途那段不可描述的事情那当然就是如果你真的喜欢我的节目的话，请再次的强调一下，就是点赞、评论，尤其是分享给你喜欢的朋友，这是一件非常就是对我非常重要的事情，请大家不吝的去做我觉得我的中粉是没有我的黑粉认真的，知道吧？朋友们，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最近的这个5个视频里面就是每天的复盘视频里面，每一天都有28到30个到赞每天都是28到30个，26到30个吧，这个波动波动的频率非常的这个幅度非常的小，完全是一个蓝筹股大白马是吧？我也非常感谢我的这些黑粉朋友能每天的对我的视频就是中粉的这个点赞的数目呢，它基本上是浮动比较大，但是点到赞的这个现在的这个数目基本上就是26到30个，所以我也对于这30个朋友，我觉得你们也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让我也是非常的佩服。但是那些点正赞的朋友呢，我当然是更加的感谢，所以请你不吝的是吧，给我点个赞。
好嘞，那我就接下来再总结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视频吧。下一周的话，我觉得我对于整体大盘的一个观点呢是谨慎的看涨，好吧，谨慎的看涨，不要去做空。另外的话，就是在现在这个点位也不要去追多。如果说你真的想去做多整个大盘的话，我觉得还是等它回踩2小时级别的狼王画的这么一个支撑区间的时候，大家再去考虑的去重新的进行一个做多，好吧？标普指数不能跌破4620块钱，4620点一定不能跌破，跌破了4620点的话，标普指数也是要做严格的止损的。然后如果说下个星期大家想去做多股票的话，也不要去做多那些涨得非常好的股票，因为如果说标普指数接下来能真的是成功的达到了狼王所说的这个4850到甚至到5000点的这个位置的话，我觉得整体的板块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个轮动。所以说去关注那些还没有涨起来的科技股或者传统板块的股票，可能会有一些更大的机会。毕竟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已经涨起来的股票呢，像特斯拉是吧，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比较横盘整理的阶段。所以说板块，我觉得板块轮动的概率呢也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去关注那些还没有涨起来的股票，然后止盈止损的话，就是还是严格的按照标普指数来，好吧？跌破了我说的4620的话，多头我建议大家是离场的。没有跌破的话，仍然是继续的谨慎看多。上面的空间有多少呢？我说了，最多也就到暂时的话，我觉得5000点左右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压力。到了5000点以后，会不会出现中期调整呢？我觉得概率起码会比这个4500点的时候大很多，对吧？大家知道在4500点的时候我是非常乐观的，我说大盘仍然还能涨。但是你说现在到4700点了，到5000点的时候，会不会进行中期调整的话，我觉得中期调整的概率就真的是变得非常的大了。所以说我现在也只能说是谨慎的去看多，好吧？但是我仍然暂时还不想去看空，因为我觉得 UVXY 大概率的会跌到这个12到13块钱的这么一个区间的话，大盘才会真正的进入到一个比较敏感的区间，好吧？那我们到时候且战且看，因为现在整体的形态还没有完全的走出来。好嘞，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这个下周行情推演，我们明天的盘前个股快播再见。